回首人生走到现在，你生命中是否出现过这样一个转折点？某个人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一个举动，突然让你心底那块沉重的大石头落了地，让你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好转。人到中年，我们往往越来越渴望平静，我们不再追求要在饭局上认识多少大人物，而是害怕那些满脑子算计、处处攀比的交往。我们深知，跟错的人在一起，就是在漏自己的福报，但是身处在这茫茫的人海里，看着各种虚情假意的迎合，我们反而越来越不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正值得深交的人，谁才是能让彼此灵魂提升的善知识。别担心，今天我们就坐下来好好聊聊这件事。我将为你揭示佛陀在经典里提到的10人智慧，总结出真正旺你的人身上特有的5个标志。当你耐心听完这5个特征，你会恍然大悟，原来你生命里的贵人可能早就已经出现了。同时，我也会给你3个立刻就能做的心法练习，帮你养出能承载大福报的清净磁场。其实华严经里有这样一句话，读来令人心头一震，善知识者则为传师，令至一切智法宝周固。这里所说的善知识，不是单指那些高僧大德，或者是那些在台上讲经说法的人，它泛指那些能够在你的生命中帮助你觉醒，帮助你积累福德，帮助你越过苦海的任何一个平凡人。他可能是你的伴侣，可能是你的老友，甚至可能是你在菜市场买菜时跟你闲聊了2句的菜贩。佛陀把这种人比作船师，因为在茫茫的生死苦海中，如果没有一艘船，没有一个掌舵的人，你根本无法到达平静的彼岸。那么有一个问题来了，既然善知识这么重要，为什么真正旺我们的人这么难遇到？佛家有一个说法，叫善缘难遇，恶缘易逢。大家要记住，这可不是一句简单的感叹，而是一个关于人心磁场极其精准的描述。你仔细想想，烦恼、贪婪、贪恨，这些东西是有重量的，它们就像泥土一样，很容易沉积，很容易蔓延。当你心里装满对子女的不满，对物价上涨的怨气，或是跟着左邻右舍的婆婆妈妈八卦碎念时，这些沉重的磁场就会不断地吸引相同频率的人和事向你靠拢。这就是为什么喜欢抱怨的人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同样爱抱怨的人，大家聚在一起互相倒垃圾，最后谁也没有变得更好。而清净、善念、慈悲这些东西是轻盈的，它需要你不断的修持，不断的擦拭内心，克服自己想发脾气的冲动，克服自己想占小便宜的贪念，才能在你的生命磁场中站稳脚跟，才能开始吸引同等频率的善缘向你聚拢。所以你一生中能够遇到真正旺你的人，可能只有寥寥几个，有些人甚至一辈子都没有遇到过。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幸运，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种下那颗能够感召善缘的种子。我们经常会感叹，为什么有的人就是那么幸运，总能遇上旺自己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贵人，而有的人终其一生都遇不到呢？对于这件事，佛教有一套极为完整的解释系统，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3世因果。所谓的3世，指的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而因果就是贯穿这3世的一条看不见的线。我们这一生所有的遭遇，包括你遇见了谁，爱上了谁，被谁帮助，又被谁伤害，全都是过去世所种下的因，在今生结出的果。当一个真正旺你的人出现在你的生命中，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因果在运作呢？
我们把它拆解开来，其实有3层极深的缘由。第一层是前世的善因。佛法认为，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相遇，你和某个人在今生成为贵人关系，很可能因为在过去的某一世，你曾经帮助过他，或者你们曾经一起行善。这种因缘就像一粒种子埋在了地里，时机成熟了，它自然就会在今生发芽开花。讲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佛教里非常经典的故事。有一次，佛陀带着弟子们外出弘法，那是一个盛夏，烈日当头，黄土漫漫，大家走得口干舌燥，几乎都要晕眩过去了。佛陀看到前方有一块瓜田，就叫身边的阿难尊者说：“阿难，你去向那位看瓜田的老妇人化一钵水来吧。”阿难拿着钵走到老妇人面前，客客气气地说明了来意。没想到那位老妇人一抬头看到阿难，原本平静的脸上瞬间垮了下来，眼神里透出毫无来由的嫌恶。她不但一滴水都不肯给，还破口大骂，拿起扫帚直接把阿难赶了出去。阿难觉得很委屈，自己明明什么也没做错，态度也很好，为什么对方会发这么大的脾气？他无奈地空着钵回去向佛陀报告。佛陀微微一笑，似乎早有预料，没有说什么，转头对另一位弟子大迦叶说：“迦叶，换你去化水。”大迦叶走到瓜田，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位老妇人一看到大迦叶，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满脸欢喜，笑得合不拢嘴。他不但立刻打了一钵最清凉的井水，还亲自到田里挑了一颗最大最甜的西瓜，恭恭敬敬地切开，供养给大迦叶。弟子们看了都非常惊讶，明明是同样的请求，为什么待遇会有天壤之别？原来在过去的某一世，阿难和大迦叶都是出家人。有一天，他们走在路上，看到一只死老鼠在太阳下曝晒，发出阵阵恶臭。当时的阿难走在前面，闻到臭味，立刻捂住鼻子，满脸嫌弃地快步走开了。而走在后面的大迦叶看到这只死老鼠，心中却升起了慈悲心。他不仅没有嫌弃，还在路边挖了一个坑，把老鼠掩埋起来，并为他念诵经文，祝愿他能转生善道。佛陀看着弟子们说：“那位瓜田里的老妇人，就是当年那只死老鼠转世的。他一看到阿难就生气，是因为阿难前世嫌弃过他；他一看到迦叶就欢喜供养，是因为迦叶前世为他种下了深厚的善因。阿难当时虽然并未作恶，但他那一丝微细的嫌恶之心，在无形中结下了一道冷冰冰的恶缘。而大迦叶那出自真心的悲悯，不仅超度了亡灵，更在彼此的灵魂深处种下了温暖的善根。老妇人今生的欢喜供养，正是那份跨越时空的感恩之情。这说明我们在生活中，哪怕只是动了一个细微的善念或恶念，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回到我们自己身上。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玄妙，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道理却无比真实。你仔细回想一下，你有没有参加过某个社区的晨间运动班，或者是邻里间的聚会？在那个群体里，有没有某个人，你明明从来没有得罪过他，但他就是看你不顺眼，处处针对你？又或者有没有某个陌生人，你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一见如故，他什么都愿意帮你？这就是过去世的因缘在作祟。你身边如果出现了一个处处帮你、望你的人，请你认真想一想，你们之间可能正延续着一段来自前世的恩情。他今生来望你，不是偶然，而是你过去累积的慈悲与善意，在这一世终于结出了果。但是光有前世的善因还不够，
这就来到了第二层，今生福报的相应。这就像一粒种子，过去你种下了它，但如果今生这片土地荒芜贫瘠，种子也无法生长。佛法告诉我们，福业相当，方为相遇。意思是，当你今生的修为，你行善的程度，你内心的清净度和某一个人的福报层次达到了相同的频率，你们才能真正相遇，并让这段善缘发挥作用。这就解释了一个很现实的现象。到了中年以后，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朋友越来越少？为什么很多以前无话不谈的老朋友，现在坐在一起却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为什么很多人在人生的某个低谷期，什么人都遇不到，却在自己开始改变，开始不抱怨，开始用心修心向善的时候，突然就遇见了改变他们命运的贵人？这不是运气变好了，这是吸引力法则在因果层面的运作。当你不再纠结于儿女的成绩不如人，不再嫉妒邻居换了新车，你的磁场就变得清净了。这股向善的磁场会主动吸引同频的善缘向你聚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会遇见什么样的人。最后是第三层，菩萨或善知识的视线。这是三世因果中最深妙也最令人敬畏的一层。在佛教的世界观里，菩萨为了度化众生，会以各种面貌示现在人间。他可能是一位陌生人的一句话，可能是一位老师的一个眼神，可能是一本书，甚至可能是一场让你痛彻心扉的苦难，比如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或者一次财务上的巨大损失。维摩诘经说，菩萨在世间常常用善巧方便来度化众生。这种善巧方便有时候很温柔，有时候却很严厉，但无论是哪一种形式，最终的指向都是同一个，让你离苦，让你觉醒。所以那个真正望你的人，其实就是你生命里的菩萨。那么这样的人到底有哪些特征？我们又该怎么在茫茫人海中认出他们呢？要在茫茫人海中认出那个真正望你的人，我们首先要看他身上的第一个特征，具足慈悲心，能让你心境平和。佛家有一句话说得极好，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一个内心充满慈悲的人，他的气场是不需要刻意去展示的，他会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周围的空间里，渗透到和他相处的每一个人的心里。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和他在一起，你感觉整个人突然就安静下来了。比如家里发生了矛盾，婆媳之间吵得不可开交，你气得浑身发抖去找这个朋友诉苦，他没有跟着你一起大骂对方，也没有急着给你出什么报复的主意，他只是静静地听你说完，泡了一杯热茶递给你。不是因为他对你说了什么特别有道理的话，仅仅只是他在那里，你就莫名地觉得没事了，一切都会好的。他没有火上浇油，反而用他的平静把你从情绪的悬崖边拉了回来。这种感觉在佛法里有一个非常精确的解释，真正具足慈悲心的人，他的内心已经对贪、甘、痴这三毒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净化。烦恼就像火，而慈悲就像水。当一个人的内心充满了慈悲的清凉之水，他不只是自己不容易发火，他还有一种能力，能够悄悄地帮你平息你内心那些无名的烈火。所以和这样的人相处，你会发现自己不容易动怒了，不容易嫉妒了，也不容易陷入焦虑的漩涡里。这就是潜移默化这4个字真正的含义。宋代的大慧宗宣禅师说过一种境界，叫见人苦处如自受苦。他们对别人的好不是出于算计，而是一种平等的深沉的关怀。
能遇到这样自带清凉磁场的人，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福报。接下来是第二个特征，敢于说真话，是你生命中的涅尔菩萨。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生活中经常有一种错觉，觉得那些永远在夸你、顺着你、迎合你的人才是好朋友。你说什么他都说对，你做什么决定他都举双手赞成。尤其是在很多应酬的场合，大家互相奉承，场面看起来一团和气，但在佛法的眼光里，这种一味迎合你的人，其实是在伤害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无底线的赞美，帮助你在错误的路上走得更远、更稳。而那些真正忘你的人，他们的表现截然相反。当你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时候，他们会无情地戳破你的幻象。当你走偏了，他们会不惜让你感到不舒服，也要直接告诉你，你搞错方向了。佛教把这样的人称为逆行菩萨。从因果的角度来看，能够指出你盲点的人是在帮你消业。你每一次错误的决策被提前纠正，就等于消除了一段本来会砸在你身上的苦果。杂阿含经里有一个提婆达多的故事。提婆达多不甘于屈居人下，心生恶念，想要加害佛陀，夺取僧团的领导权。当时很多比丘纷纷跑去劝他，言辞非常急切，直言不讳地警告他，你这是在造作地狱之火，因果不虚，赶快悬崖勒马啊！可是提婆达多呢？他嫌大家说话太直，语气太重，不留情面。他觉得这些人都在挡他的财路和权力之路，他不但不听半句忠言，反而怀恨在心，一意孤行，最终真的堕入了无间地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经常在 LINE 群组上收到各种标股诈骗的讯息，或者被推销一些来路不明、号称能治百病的高价保健食品？那些骗子嘴巴多甜啊，一口一个大哥大姐叫着，顺着你的毛摸。这时候，如果有一个真朋友跳出来，指着你的鼻子骂你糊涂，说那都是骗人的，你可能还会对这个朋友生气，觉得他见不得你好。但真正关心你的人，是不会去算计自己的话好不好听的，他们只考虑你听了之后会不会得救。能在你最得意或者最贪婪的时候泼冷水，在你快掉下悬崖时狠狠拉你一把，哪怕冒着得罪你的风险，甚至被你封锁的风险，也要对你诚实。这样的人极其稀有，请你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刺耳就把他们推开。第三个特征，具有法布施的属性，能够提升你的认知层次。佛教里说布施有三种，财布施、法布施和无畏施，其中功德最大的就是法布施，也就是把智慧、真理、正确的见解分享给他人。那个忘你的人，他不一定很有钱，但他说出来的话往往能带给你一种醍醐灌顶般的启发。他随口分享的一个视角，可能就解开了你纠结好几年的困惑。你的认知一旦被拉高，原本困住你的障碍自然就化解了。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非常精彩的禅宗公案。丹霞烧佛。唐代有一位丹霞天然禅师，有一年冬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天气冷得滴水成冰，连吐出的气都要结冰了。丹霞禅师在洛阳的慧林寺挂单，实在是冻得受不了了。他看着大殿里那尊庄严的木雕佛像，竟然跑过去一把将木佛劈了，拿来生火取暖。寺院的院主看到这一幕，吓得魂飞魄散，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你疯了吗？你这是在造大业啊！你怎么可以烧毁佛像？丹霞禅师拿着木棍在火堆里拨了拨，
慢条斯理地说：“我这是在烧取佛的舍利子啊。”院主气笑了，说：“这是一块木头，哪来的舍利子？”丹霞禅师抬起头，看着院主说：“既然只是一块木头，那你又在气什么呢？”院主听完这句话，当下如遭电击，瞬间愣住了。院主在那一刻突然明白，自己长久以来膜拜的只是木头雕像，却忘了佛法的真精神在于内心的觉悟与慈悲。丹霞禅师宁可背负毁坏佛像的骂名，也要用这破釜沉舟的一击，敲碎院主心中那座僵化死板的像。真正的佛从来都不在冰冷的大殿里，而是在我们每一个鲜活、灵动且充满温度的清净心之中。这个故事非常的破格，甚至有些惊世骇俗，但丹霞禅师那一刻就是在做一次极其猛烈的法布施。他用烧毁木佛这个极端的行为，一把火烧掉了院主内心对于表象的执着，打破了对方僵化的认知框架。回到我们的生活里，很多人大半辈子都在跑道场，花了几万块去点灯，去做法会，看似非常虔诚，可是回到家里，依然对伴侣口出恶言，依然想尽办法要控制成年的儿女。他们拜的那个佛，其实是自己内心的执念。如果你身边也有人在你最执着、最钻牛角尖想要控制一切的时候，用一句话点醒你：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牛做马。他用一个全新的角度，瞬间打碎了你的固执，让你豁然开朗。请相信，那不是偶然，那是极为珍贵的法布施。认知层次的跃升，才是所有望的根基。当你的认知真正提升了，你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贵人。刚刚讲了慈悲、说真话、法布施这3点，接下来第4个特征，更是考验两人是否有缘分的关键。真正望你的人身上的第4个特征，磁场相合，与你同愿同行。佛法中有2个概念，叫做共业和别业。别业是你一个人独自造作、独自承担的因果，而共业则是你和他人共同造作、共同承担的因果。当2个人有共同的善愿、共同的修行方向，或者共同愿意为某件有意义的事情去努力，你们就会形成一股极强的共业。这种共业能让你们彼此成就，相互增上。在日常生活中，这往往表现得非常微妙。到了我们这个阶段，交朋友已经不需要刻意去迎合了。你和一个真正磁场相合的人在一起，会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一起喝茶，哪怕半个小时都不说话，也不会觉得尴尬，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对方就能懂你在想什么。这不是什么神奇的心电感应，而是同频共振的结果。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提到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同频共振代表寒山与拾得。唐代有2位传奇的高僧，寒山和拾得，他们2个人常常结伴云游，行为举止在常人看来疯疯癫癫的衣衫褴褛，但他们之间却有着无人能及的默契。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寒山问拾得，完美诠释了什么叫灵魂上的同愿同行。有一天，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该如何处之乎？拾得笑着回答：只需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这段对话流传了千百年，一句再待几年，你且看他，道尽了因果轮回的智慧。他们不需要世俗的利益绑定，也不需要虚伪的互相吹捧。他们在面对世间的烦恼与人性的丑恶时，有着高度一致的智慧与洒脱。这就是愿力的磁场。我们现在很多人交朋友，
往往是建立在欲望的磁场上。去参加同学会，大家都在比较谁的孩子薪水高，谁买了哪里的房子，这种因为你能帮我，或者我能利用你的关系，最终一定会走向分裂和疲惫。只有像寒山拾得那样建立在愿力的磁场上的关系，彼此都想把事情做好，彼此都想让对方在精神上变得更富足，这种善念相融的合力才是真正能旺你的力量。最后，我们来看第5个特征，这也是现代人最容易忽视却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惜福且虑己，能带你远离消耗。佛法说，福报绝对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由你过去世的善行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资粮。这就像你银行里的存款，存款是有额度的，不是无限的。当你挥霍无度，当你对别人的付出毫不感恩，视为理所当然，你的福报就在快速的流失。与此相对的是惜福，惜福不是小气，不是什么都不舍得用，也不是把自己过得苦哈哈的，而是对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保持一种深深的感恩和珍惜。真正旺你的人，往往就是这种惜福且虑己的人。佛教史上有一段关于百丈怀海禅师的故事，非常震撼人心。百丈禅师为了管理寺院，制定了一条极为严格的清规，叫做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也就是一天不劳动，就一天不吃饭。他自己身体力行，每天拿着锄头和弟子们一起下田干活，流血流汗。到了他晚年，他已经白发苍苍，步履蹒跚了。弟子们心疼他，觉得师父年纪这么大了，不应该再受这种苦，就把他的农具偷偷藏了起来，不让他去劳动。结果你猜怎么着？百丈禅师那天就真的坚决不肯吃饭。他说，我没有劳作，怎么可以用餐？弟子们见师父态度如此坚决，甚至连着几天滴水未进，饿得面容憔悴，终于羞愧难当，流着眼泪把农具恭恭敬敬地还给了师父。百丈禅师重新握住锄头的那一刻，眼神里充满了坦然与定静。他用自己瘦弱的脊梁向世人证明了，福报不是用来挥霍的，而是要在日复一日的勤恳中去涵养。这样的人生才能真正做到踏实无愧。百丈禅师这种对福报的珍惜，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这是他对宇宙法则最深刻的理解。一切所得必有其代价，一切福报必有其来源，轻易消受，不知感恩，就是在透支自己的命运。你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打开家里的冰箱，是不是塞满了忘了吃、放到过期的食物？打开衣柜，是不是挂满了连吊牌都没剪掉，却再也不会穿的衣服？手机明明还能用，只要出了新款，就非得花大钱去换，或是为了凑免运费，买了一堆根本用不到的便宜货。我们以为这只是消费习惯的问题，但在佛法看来，这就是在漏你的福报。你身边如果有一个惜福虑己的人，比如一个去自助餐永远只拿自己吃得完的分量的朋友，或者一个懂得爱物惜物的人，他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加持。反过来，那些不懂惜福、贪婪奢靡的人，他们的存在会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侵蚀你的福报。他们不仅会消耗你的时间和精力，还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让你的内心也跟着变得浮躁、贪婪，永远觉得自己拥有的不够多。而和一个惜福的人在一起，他那种安定感，那种对生活简单而真实的态度，会慢慢地校正你内心的方向盘，让你开始懂得不浪费每一滴水，不辜负每一份善意，让你的生活逐渐进入一种稳步上升、越来越有底气的状态。这5个特征
不需要全部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只要其中一个特征足够深厚，那个人就已经是你生命中极其珍贵的善缘了。遇到一个忘你的人，那是极大的造化。但知道了什么样的人是真正忘你的人，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当你遇见了，你应该怎么做？很多人一听到贵人，脑子里浮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快抓住他，想尽办法靠近他，从他身上得到最多的资源。这种想法在佛法看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倒见解，这不仅不会让你的善缘越来越旺，反而会让你把这段来之不易的福报亲手消耗殆尽。在告诉大家具体该怎么做之前，我先教大家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判断标准。如何快速分辨一个人究竟是在忘你还是在耗你？你不需要去算命，也不需要懂多高深的道理，你只需要安静下来，仔细聆听你自己的身体和内心。相处之后，如果你感觉到心安、清静，脑袋里的思路变得清晰了，甚至萌生了一种想要去做好事、想要改变自己的冲动，那这个人大概率是在忘你。反过来，如果和一个人相处完，你觉得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内耗感，那种感觉就像是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觉得无比疲惫，满脑子都是别人的八卦、抱怨、比较和焦虑。这在佛法里就叫做染污缘，它正在不知不觉中污染你的清净心，抽干你的精气神。那么当我们确认自己遇到了真正的善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些什么来承接这份福报呢？这里有3个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第一个行动，睡前3分钟的观心法。每天晚上睡觉前，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回顾一下今天遇见的人，说过的话，问问自己，我今天的心是被染污了，还是被净化了？如果你今天幸运地得到了一位善知识的点拨，或者感受到了一份温暖的善意，请你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一声谢谢。这在佛法里叫做知恩报恩。感恩不只是一种礼貌，它是一种修行，是一种让你的心与善缘保持连结，持续感召更多善缘的强大磁场。第二个行动，随喜赞美的说话练习。善缘从来不是单向的，它需要双向的流动才能维持生命力。佛教里有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修行方式，叫做随喜功德。当你看见别人做了好事，看见别人有智慧的见解，你由衷地赞美他，为他感到高兴。这不是世俗的拍马屁，这是在做功德。明天开始，试着对你身边那些忘你的人说一句真心的赞美，哪怕只是一句，你今天的想法真的启发了我。这份善的能量就会在这个赞美中回流到你的福德账户里。第3个行动，缘起缘灭的放下练习，这是最难做到，却也最重要的一点。人的本能就是对美好的东西产生执着，遇见了一个真正忘你的人，你自然会希望这段关系能永远持续下去，会害怕他有一天会离开。但佛陀在《金刚经》里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切因缘和合的事物都有它的生灭，善缘也是如此，它有它出现的时机，也有它自然落幕的节点。当一段善缘完成了它在这一世的使命，它的消散不是背叛，也不是失去，而是那段因缘的圆满，能在缘起时全心珍惜，在缘灭时平静放下，不去怨恨。这样，那段缘分带给你的智慧和福报，才会完整地留在你的生命里，成为你感召下一段善缘的底气。最后，我想把一个最核心的问题留在屏幕前的您来思考。佛家看一个忘你的人，本质上看的
不是你能从他身上得到多少好处，而是看你们这段缘的深度，看这段缘的方向，以及你的这颗心有没有足够的福德去承接它。有一句话，我希望你能把它深深地刻在心里。所谓的贵人，不是提拔你的人，而是那个让你觉醒的人。真正的旺，从来都不是外在条件的改善，而是内在智慧的开启。一个人如果外在风生水起，物质丰足，但他的内心依然被贪、吃这条无形的锁链紧紧捆绑，那他依然是一个活在苦海中的人。而当一个人的心开始觉醒，开始看清人生的真实面目，开始对自己的贪嗔痴有所觉察，那种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力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旺。那个旺你的人，他最大的价值不是给了你多少资源，而是他悄悄地点燃了你内心的那盏灯。然而，这里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果逻辑，是很多人在谈论找贵人时最容易忽略的。如果你只是一心等着贵人来旺你，却从未思考过自己是不是也有能力去旺他人；如果你只知道接受，从不布施，只知道索取，从不付出，只知道等别人来为你点灯，却从没想过用自己的光去温暖别人，那么你的磁场就永远无法成为真正能够感召善缘的磁场。佛法说，果从因生，相由心生。你这一生的善缘多寡，取决于你累积了多少善因。这不是一种世俗的交换，而是一种生命能量自然运作的规律。当你开始用慈悲心对待身边的人，当你愿意在别人迷茫时说句真话，而不是虚伪的奉承，当你乐于分享智慧，而不是把它藏起来当成自私的筹码，当你学会惜福律己，你会惊讶地发现，那些曾经让你求之不得的善缘，会自然而然地向你靠拢。改变命运的最深层逻辑，不是因为你足够幸运，而是因为你足够值得。在这支影片的最后，我想邀请你做一件充满力量的小事，回想一下你的人生中有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符合今天我们讲的特征的人。如果你想起了他，或者你渴望遇见这样的人，请你在留言区打出这6个字：善缘聚，福自来。这不只是一句普通的祝福，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当你把这样的愿力说出口，写下来，你其实已经在为自己种下了一颗善缘的种子。让我们在留言区一起凝聚这个正向的磁场，为彼此祈福，相遇即是缘分。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让您的心获得了一丝平静，或者带给了您一点点面对生活的启发，邀请您轻轻开启超级感谢，或者帮忙按赞分享。您的每一个按赞，每一次转发与赞助支持，不仅仅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更是一次法布施的延续，能让这份善意流向更多需要温暖的人。祝愿您早日遇见生命中的善知识，更祝愿您早日成为照亮他人的那道光。期待我们能在未来的影片中继续同愿同行，再结善缘。